买家已经进入地下车库，3号准备下降。3号，准备下降。这边请。怎么回事？到没到位？帅气就停8秒。3号就问。3号就问。哎呀！先生的计划这么周密，我们怎么做才能破局呢？他要去偷洛神，我们偷他的计划。花文件。您好，先生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验证卡。没问题。您收好。先生，刚才电梯没出什么事吧？你觉得呢？坐了这么久的车，电梯还出故障，上升的时候还停了几秒钟，这不折腾人呢吗？哎，抱歉啊，是我们安排的不够周到。来，您这边请。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听说这洛神图12年前就被毁了，你们怎么保证它是真的？我们暗流的信誉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收到这幅画的当天，我们就请了多位专家进行鉴定，他们一致认为这幅洛神就是真迹。再说了，你要是觉得这画有问题的话，你也不会拍呀。
我听说这幅画的击拍者叫姜太公，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拿到的吗？我呀，也是怕这背后有猫腻，这到时候万一是个雷子，引到我身上，会很麻烦。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，姜太公是我们暗流的会员，这幅画是他12年前取得的藏品，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露过，肯定不会给您带来任何麻烦。那他还有什么其他藏品吗？你们能帮搭个桥认识一下吗？我非常感兴趣。你的要求我会转达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先生这边请。搞了这么久，能不能快一点？久等了，我们也是为了保证拍品的质量。去。你慢走。先生，出问题了！有人牵火，男老师跑了，我马上上楼去追。文杰，抓牢了，注意安全。如果警察知道你父亲还活着的话，那12年前的案子就会被翻出来，那他是什么处境啊？所以这幅画不能落到先生手里，也不能落到警察手里。你干嘛？文杰，你有什么话拿出你这个地方，再没区别了。文杰，文杰，对不起，老段，我有我自己的理由。
徐少，跟谁说话？庄文杰！文杰，你没事吧？不会是因为你刚才临时摆了罗队长一道，心里还过不去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孩子。这个先生呢，提前做了那么多准备，把一层楼都弄成那样了，不就是为了洛神土吗？你爸消失了12年，也是为了得到他。咱们现在只有弄清楚这洛神图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，才能反制先生，见到你爸爸。快集合！哎呀，快！我去那边。带走！别动！别动！下车！快走！走！快走！跟上！上车！不是跟上！快走！快点！恭喜啊，罗队！暗流这个犯罪组织之前就被省厅列为重点侦查对象了，没想到被你们支队提前给破了。他们分布范围很广，接下来就可以顺着线索进行抓捕了。怎么了？破了案子还愁眉不展的？先生没逮着啊？罗队，没有发现庄文杰。扩大搜索范围，洛神在他手上。罗队，这是从天台那个家伙身上搜出来的。罗队，庄文杰没回出租屋，怎么办？留人蹲守，你先回队里。 B 组留下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。明白。没睡，看。哎呀，文杰，咱们研究了一宿了，也没有发现这图上
到底隐藏着什么信息啊？没有夹层，没有暗号，甚至连涂改的痕迹也没有。你说，咱们是不是想多了？许叔，我先去洗把脸，清醒一下。对不起，楼段，我有我自己的理由。姜太公是我们暗流的会员，这幅画是他12年前取得的藏品，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露过。哎，我发现了。好，马上过去。虽然庄文杰的手机还没有定位到，不过我们调取了酒店的监控，这个是酒店地库拍到的画面。副驾驶上这个人看着很像庄文杰，但很可惜，司机的位置没有拍到。还真是2个人。车辆信息：车牌号轻 K5517V，经检索这是辆套牌车，不过我们已经根据车辆特征识别来进行行动轨迹的追踪了。总部，发现可疑车辆，车牌号为轻 K5517V。找到了，车停在潭西路的一个隐蔽的巷子里，人，交警部门说里边没人了。车辆位置发过来。那这2个人最后的去向能不能锁定？据我这边看，不能。那边老城区还没有安装监控呢。他们肯定是想好了，才把车扔在这儿。他们身上还带着东西，按理说应该跑不远。许叔呢，是我家老宅的房客，过来跟我聊一聊明年续租的事儿。吴清许啊，许正清哦，开钟表店的。您是租他房子？庄文杰家的租赁合同，哎，找到了。警察同志，您看一下。停车这个位置，距离庄文杰的老宅也就1点多公里。许叔，你有偏光笔吗？偏光笔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突然想起来，丁生火之前在睡莲上写了我的名字，他用的是一种隐形的墨水，必须要在特殊的光源照耀下才能显现出来。
我爸留下来的信息，会不会也是这种墨水？骗过我有，我有。你看，这行吗？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棋局，我好像以前见过。儿子，今天咱们不下棋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记住这棋谱上的每一颗棋子。爸，这么复杂，我哪记得住啊？我相信你可以的，没问题啊。爸，这缠谱下的没啥意思啊，干嘛非要记住？我不记。不行，你必须记住。对不起，儿子，爸爸不该凶你。但是这个棋局，你必须要记住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但这个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。徐叔，你看，这里还有这里，是没有这些棋子的。你确定这4个棋子是后加上的？我确定，我父亲给我看的棋局，绝对没有这几个棋子。你是说，在你的记忆中，只有1、2、3、4这4个位置？对。而且我刚才发现我父亲留给我的钥匙扣里有机关，里边是塑料地管，所以我在想，我父亲是不是故意把这几颗棋子加上去的？对，1、2、3、4是12年前的，1、2、3、4是12年后的。对。可这又能代表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暗语还是密码？咱别急，只要有发现就是好事。这破解线索呢是需要时间的，我们一定能搞清楚。不过现在可以放心了，不管是警方还是先生，都不会发现这图上的秘密了。徐叔，我能不能去？你想联系罗队长？文杰，你和罗队长一起上天台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罗队长是信任你的。你还年轻，我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
影响到你的未来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想先跟警方确认一下，先生是否落网。如果没有，咱们能不能去跟警方配合，把先生给抓住？可是暗流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担心先生不会轻易上钩了。先生就是逃跑了，等这个事情稍微平息一点，再以我的名义把先生引出来。等到我们交易的时候，让罗队长抓他个现行。可是许叔，这样的话您不……文杰啊，我当了一辈子所托无归啊，这事情都到这份上了，我总该为你们庄家，为你们父子俩做些什么吧。你放心吧，通知罗队长，我把图收了，你联系他们，让他们找我们。罗队，很抱歉我蒙骗了您。我拿走洛神是为了引先生上钩。先生绝不会轻易放弃洛神，他为了这幅画，提前做了那么多准备。你是不是觉得先生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？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偷师问路啊。这个先生呢，提前做了那么多准备，把一层楼都弄成那样了，不就是为了洛神图吗？去跟兄弟们说封锁现场。是啊，对。罗队，咱来晚了一步，
有邻居看见许正清和一个年轻人昨晚很晚才回来，通过照片指认那个年轻人就是庄文杰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这个许正清应该就是庄文杰的同伙。有没有人看他走啊？罗队，家里来电话了，几分钟前庄文杰手机短暂开机又关机了。庄文杰手机虽然关机，但咱们定位到他的 SIM 卡了。这是他位置信号，还在持续移动，现在9坊路，离这儿不远。走，让 B 组接着勘验，咱们看进去。罗队，你说庄文杰这小子脑子到底怎么想的？啊，连您他都……管他怎么想呢，他跑不了。他的目标不是洛神，而是想要得到洛神的先生。我了解他。罗队，庄文杰的手机定位就在那辆卡车里。B 组，那辆卡车来了，咱们这边拦截。动了。怎么开的车啊？哪这么明显的？差点撞上，你知不知道？侦查在车上别动。来，开门。不对，罗队，不对啊，这定位明明就是……我去啊！罗队，咱们下一步怎么着回队里直接？哎，苏队，喂，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只找到庄文杰手机，他应该是知道我们拿他这手机做定位的。那边审怎么样？天台那个嫌犯身上的是个陶瓷定位器，据他指认，这定位器很有可能是庄文杰趁机放在他身上，用来确认他们位置的。所以我想跟你求证一下，信号接收端是不是庄文杰手机啊？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跟谁说话？我想问一下，咱们技侦这一块，能通过你说这个陶瓷定位器，反向定位这个信号接收端的位置吗？可以啊，不过庄文杰的手机不是已经在你手上了吗？不是手机的问题，是智能手表。我中间发现他很多次都在看这个手表，我以为他在看时间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他可能是在看那些人的位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马上通知技侦。
嗯，我知道了，你也小心点儿。OK。反向定位到了。喂，罗队，我们定位成功了，信号源不在你那边，在临江路，具体位置马上发过去。机制那边传过来定位信号，距离我们还有不到2公里了。不是你说他们来江边干什么呀？前面都是荒滩，躲都没地方躲。是不是定位位置不太精确呀？你留我个电话。对，这样咱俩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方便联系啊。我记临江路这片有一个叫什么江景苑的烂尾楼，他们会不会藏在那儿？要不咱过去看看？江景苑，江景苑离定位差着1公里呢，这不可能信号差这么多吧？哎，这手表能打电话吗？能吧？他们做反向定位的时候，把设备信息破解了，里面确实是有通讯功能，而且他那块手表装了 SIM 卡。啊，号码他们发给过我。发给我。你要给庄文杰打电话？对，发给我，发给我。这不是打草惊蛇，暴露咱能定位到他吗？他在跑了。罗队，你不能再相信那小子了。你们自己看。您是觉得他开机是为了打算联系你？万一这又是他故布疑阵呢？对呀，而且他还故意把手机丢在货车上误导咱们，不像是想和咱们警方合作的样子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信息删了？他也不可能说知道这个手机现在在我这儿吧？如果想躲我们警方，你离开京城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去一个说除了江滩就是一个烂尾楼的荒地啊？如果说这个手机不是庄文杰故意扔的，那会不会是有可能就有人不想让我们找到庄文杰？您是担心有人想害他？所以我要确定他的情况，就这么定了。出问题我负责。
庄文杰，你在哪儿？庄文杰，说话。庄文杰，如果你现在遇到危险，听我说，先不要慌。我们已经追踪了你的手表定位，我们现在在临江路。临江路。虽然手表的信息可能会有误差，但是位置应该大体不错。告诉我你现在面临什么情况？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庄文杰接的电话，你这样就暴露我们行动了。哼，困。水，进水，进水，水边找水边找水边，快快快！不对，耗子，你往那边找，你们俩往那边看，好。擦擦吧。3分30秒，不错啊。你记住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一定要忘记恐惧，只要坚持，就可以做到，知道吗？嗯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。罗队，罗队。好了，罗队，这边没有。罗队，回来！罗队，罗队，大把手。别拿，别拿，脑袋，脑袋。别动。庄姐，来，把人放平。啊！
文杰，哎，120吗？这边有人溺水了，地点就在临江路实验桥边上，就在江边，快点，快点！文杰，文杰。 终于让我袭击成功了！哎，你小子有放松警惕的事情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想要彻底摆脱黑暗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，让自己站到有光的一边。哟，醒了？哎，别动，我去叫医生。等等，我要见罗队。 现在就是2拨人，一波是先生和他的手下从这个酒店逃出去了，还有一波钟表店老板许正清下落不明。耗子，许正清这条线是我盯的，他不是青城本地人，99年有从事文物造假和非法交易的案底，被短暂拘留过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犯罪记录了。另外，从他的钟表店，我们发现了一间密室。 从密室里，我们搜出了大量的伪造身份的证件以及通讯设备。最重要的是，2张中亚小国的护照，当然用的都不是本名。所以我担心他还有这样的证件，能够避开我们海关对他的封锁，轻松出境。许正清应该就是利用庄文杰从先生那儿劫走了洛神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庄文杰又为什么这么信任他，对吧？ 罗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让你照顾庄文杰吗？人醒了，现在人在审讯室。庄文杰，你现在是作为我们本案重要嫌疑人，要接受我们的询问，明白吗？罗队。 你能不能先派几个人去找进宝斋的老板戴孟德？原因？我跟许正清进入拍卖会现场的身份，就是他安排的。都听见了吗？去吧。好，现在我开始问你，你跟许正清 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父亲的师兄，那就是你跟许正清一起策划了从先生的手里反投洛神的这个行动，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这个许正清跟我说，12年前是先生害死了我父亲。 先生想要洛神，如果我拿到洛神，就能够引他上钩，让他落网。既然就是为了抓先生，为什么不把洛神交给我们警方？许正清说，洛神上边有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息，如果交给警方， 就可能暴露我爸的行踪，所以你就不惜以身试法，所以你就不管不顾，不怕冒险。你说白了，不就是不信任我们警方，不就是不信任我吗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你父亲已经死了。 不争气。好，那么说，既然已经拿到了洛神，许正清还号称说是你父亲的师兄，怎么就能这么害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有一个猜想。 需要回到现场确认一下。先不用回现场，
案发以后，我去了现场，我拿到了监控视频，我也有些疑问，关于先生的行动，你自己看看。针对这些匿名的卖家，我们先会视频验货，打一部分的钱到他的账户，然后让他拿着这个拍品放在他指定的位置。接着我们会派人将东西取出，再次鉴定真伪。如果是真货呢，自然是等我们卖了提取佣金，再给卖家打款。如果是赝品，那佣金我们就得向介绍这名卖家的会员来追索。洛神的卖家姜太公，他是哪名会员介绍的？他好像不是通过会员介绍的，而是直接跟我们联系的。姜太公和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会继续查。你现在回答我另一个问题：你们不是去他指定的地方取走的洛神吗？那个地方在哪儿？这是你吧？进大堂了，还专门换衣服，什么意思？我去追先生，定位显示他已经到大堂了，我怕时间来不及去盯他。怕时间来不及。是，你认为先生他要跟主办方抢时间？人家已经包下了整整1层楼了，又是装修又是装潢的，他应该争分夺秒是吗？你看他这个样子像争分夺秒吗？来，你自己看，来倒回来看，来看，看，你看他着急吗？你看他像不像是在这故意消磨时光？他在这故意在等什么人？你不是傻子，庄文杰，你再看，来看看这儿啊！你看他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怎么就那么巧？看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也是正好从地库上来。你不觉得他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信息，然后他才摁了上升键，掐准了时间，等着你碰面？有没有可能？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上电梯的时间啊！唯一知道我上电梯的，许正清。警官，我们这个老旧社区为了方便居民才设的快递柜，谁也没想到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啊！苏队联系到快递公司了，他们已经把租用信息发给我们了。但是由于监控存储服务器系统故障，升级以后原资料格式化，监控画面没有办法找到。这附近还有监控探头吗？我们这是个老旧社区，没有安装监控。不过那个路口倒是有2个摄像头。带我们去看看。来，警官这边。12、13层我都走遍了，走廊还真是一模一样。你说过，说先生之所以拍下了第1样藏品，其实就是为了确认金库的位置。这件事情，我也是后来才觉得不对劲的。他们在第1次进完金库之后，就被暗流的人带到高速路口了。不到10分钟，他们就往酒店方向折返。这个时间，根本就来不及做什么周密的计划。他们肯定一开始就知道金库的位置还有布置，根本就不是当天临时做的应对。那我问你，你还觉得他拍下第1件藏品有什么意义吗？罗队，咱们的人在金宝山没找到戴蒙了，整个公司都搬空了。物业说他交了半年房租，还有2个月才到期。他们也打电话联系过，戴蒙的欠费定期找不着了。看来他也是许长青的同伙。列为重大嫌疑，发通告通缉。好。你说的戴蒙德人去楼空，你觉得他铺了这么大一个局，
就为了跟你见个面，再撒个谎？嗯？罗队，我有一个荒诞的猜想，许正清会不会跟先生是一伙的？他们就是故意给我制造条件，好让我知道先生的全部计划。我们这儿的监控啊，它就能存1个月。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啊，这个录像就不可能给你调出来了。哎，好了，暂停一下，往回倒一点。停。左上角那影像给我全屏放大。如果他们是一伙的，目标就是洛神，那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大一个局把你搅进来？这事儿直接让先生自己执行计划不就完了吗？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洛神呢？哎，啊？哦，怎么了？洛神的接班人姜太公，我们查到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既然洛神在他手里，还偷他干嘛12年前，洛神，你爸爸偷出来，然后这幅画就是出现在先生时。你看一下这段视频，看。罗队，你这视频从哪儿来的？12年前，有一个人匿名给了我们警方一张纸条。12年后，我找着这张纸条了，很不清楚。但是我慢慢看清楚上面写的字之后，我一步一步的查，一步一步的找，最后找到了这个视频。这个视频的时间是12年前，也就是2007年，洛神案发前3天的视频。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，你父亲在里面，侧面能看到脸的，虽然有点模糊，那个人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丁生活。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对着监控探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当时餐厅的老板回忆说，这个人那一天跟你的父亲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一个冲突，所以他印象特别深刻。你说过，你说你父亲是被丁生火逼着去偷的洛神，但是现在我怀疑不是，我怀疑逼着你父亲偷洛神的人就是这个背对着监控探头的这个人，甚至洛神没有跟着你爸爸一起沉江，而是就在这个人的手上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？结合苏英队长他们那边查的资料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先生。他手里面好像什么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
许正清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好几次看到他会下意识做这个动作。可是我们知道的先生，是你在电梯口遇到的人呢。我发现丁生火背后的确有一个大的犯罪团伙，这个团伙的头就叫先生。只有当年案件的当事人才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洛神图上藏着秘密，这个秘密意义重大，而且跟庄家有关。我听说这个先生伤了一条腿，后来他一直拄了一个拐杖。我也觉得他像传说中的先生，不过现在可以放心了，不管是警方还是先生，都不会发现这图上的秘密了。我明白了，是他一直在误导我。许正清才是真正的先生。行，干得好，有点钱你就走吧，别的不用管了啊。好嘞。我把那个冒牌货呀扔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山村里了，警察累死也找不着。你怎么又拿出来看呢？就是喜欢是吧？这画我知道，要遇到一个懂行的外国买家，能卖个好价钱，但也不至于你花这么多心血布这么大一个局吧？这画不值，但这画背后的秘密值。虽然丁生火、红姐给我惹了那么多麻烦，但是我运气好，见招拆招，终于从庄文杰那儿套出了画里的秘密。怎么样你？哦，我已经没事了。许正清那边呢？放心吧，已经发了通缉令了，咱不能让他跑了。罗队，我想明白了，许正清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洛神，而是洛神背后的秘密，而且他有可能已经拿到了，所以才要杀我灭口。你觉得是什么秘密？我只知道这个秘密藏在洛神图上的一处棋盘上，但是具体的我还没有弄清楚。那背后什么秘密啊？跟庄文杰那小孩什么关系啊？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得从我师父临死前的那天晚上说起。我师父单独把他儿子庄耀柏叫进了房间，我猜一定是什么法不传六耳的技法，要告诉他，我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接近偷听。你猜我听到了什么？洛神图上记载了一半南迁文物的信息。许正清之前骗我说，洛神图上有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息。我拿到洛神图之后呢，确实发现了一些隐藏的记号。其实画一直在他手里，寄卖的人是他，设计偷的也是他。许正清就是用这种方式，想从我这儿
套出洛神背后的秘密。这是什么？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许正清故意让我发现的。我师傅他爹，我师傅他儿子，庄家所有的人都是伪君子。可那个庄鹤亭不是把洛神图捐献给国家了吗？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了。他必须捐，他没得选。因为文物南迁是有记载的，可是有不少人知道庄鹤亭参与了这事儿啊。你再想想，庄鹤亭虽然把画捐了，但是没说画里的秘密啊。这就证明，他就是想把秘密传给庄家人，事后呢独吞。最可恨的是庄耀白。12年前，我让他去偷洛神，我就是想知道洛神背后的秘密。可他倒好，拿到洛神之后，立刻做了手脚，整整戏弄了我12年。在洛神图右边偏下的位置呢，有2个老人在下棋，他们棋盘上的棋局就是这幅图。然后我跟许正清用偏光笔照射了一下这个棋局，发现了多出来的8颗隐藏的棋子，就是这个。这8颗，我用蓝色标记了。当我看到这画上的棋局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12年前，也就是我父亲出事的前1周。他逼着我，让我记下了唯一的一副棋局。这副棋局和画上的棋局几乎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爸要我记的棋局比画上的多了4颗棋子。就是这个。更奇怪的是，这4颗棋子，恰好就是偏光笔照出来的8颗中的4颗。我用红色标记出来了。你爸让你背的棋局比偏光笔照出来的那个要少了4颗。没错，但又比原画上的棋局多了4颗。哎，表哥，那你什么时候发现那个庄耀白坑了你了？我在庄文杰被送到福利院之后，我又去了一趟庄家老宅，在那儿我发现庄耀白配置隐形药水的材料，当时我就明白了，为了不让我知道真正的秘密，他也在洛神图上加了4颗。我猜想的是，这4颗棋是很早以前有人点上去的，是为了记录一些重要的信息。而这张图上剩余的4颗棋，应该是12年前我父亲为了保护正确的信息，混淆许正清的判断，而故意添上去的。所以罗队，许正清就是想利用我，搞清楚哪几颗是先加的，哪几颗是后加的。这些棋子代表个什么呢？刚才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文杰，我觉得除了这个
棋局还有一样东西是徐正清想要的，月神之泪。哈，你怎么想的？偷月神之泪的人是许正清的人，而且罗队你也跟我说过，月神之泪根本就没有被偷走，而是完好无损的物归原主了。这会不会和洛神一样？许正清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月神本身，而是他背后的秘密，而且很有可能，他也已经知道了秘密。那这么说，你和老丁都被这姓庄的坑了呀？那老丁不错呀。你看啊，我们虽然了解暗流的流程，可毕竟不是暗流的人啊。你想想，要不是老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，从廖德同那里获得了这份名单，咱也没有办法替换到别的客人混进拍卖会。你更没法骗这孩子配合你啊。老丁和我们几个又不知道您最后的计划，他就是想顺手报个私仇，所以啊，这老丁啊，咱还是想法帮帮他。帮他？之前他自作主张，差点弄死了庄文杰，毁了我整个计划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你觉得他是因为仗义才不供出我来了？那是他以为他自己手里有一条人命，而这事儿只有我知道。他杀了谁了？哎，这事儿呢，你就不要知道的太多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老丁还行啊，也不是什么一无是处。当时我急着灭口啊，差点把洛神的秘密和庄小柏一起葬送江底。得亏他出狱之后给我提了个醒。当年咱们俩都被这小子耍了。哎，可惜我太着急了，让这个秘密和他一起沉江了。只是不知道拿到月神之后，能不能反推出洛神背后的东西。刚才你说玄票在这棋盘上，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动手前的那天晚上，我不是去了庄小柏家吗？当时我进门，发现他儿子在棋盘上摆棋子，他发现我注意到他儿子，就赶紧让他离开。我当时还认为他不想儿子见到我。现在想一想，有没有可能，当年庄耀柏已经把秘密传给他儿子了？其实啊，我一直在舍近求远，根本没有必要冒风险去偷洛神图。老庄家的人一直以来都知道洛神图背后隐藏的关键信息是什么，而且是代代相传。庄耀柏也把这个信息传给了庄文杰，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只传了棋局，没有传棋局的意义。是因为当年孩子太小吗？不过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成功的布了这个局。在月神之泪背后，我们确实发现了一组数字，但是始终都没人想得明白这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。就像你这个棋局一样。这月神跟洛神都是许正清想要的，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才对。是啊，月神、洛神这俩大神真够神的。
相传它是春秋时期的宝玉打磨成的，之后又由宫廷大匠改成了吊坠，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丢失的。哎，我想到了。你想啊，月神和洛神都是抗日战争的时候遗失到民间的。丢的那些？哦，这就是遗落的那批东西里的一个吧？那天晚上，虽然我扒着门缝，但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头说，当年这批文物啊，是几个军阀头子多年搜刮的绝世珍品。为了躲避战乱，分3路运往蜀地，其中一路呢，说是南迁，其实是先往北行，从徐州到西安，再从宝鸡入川。原计划是这样。可是当年时局动乱，去往蜀地又路途遥远，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不得不时常改变。其中一支几10人的队伍与大部队走散了。这一队中既有国民党军官，又有管理文物的学者，还有一些专门用来应对沿途毛贼山匪的江湖人士。我师公庄鹤亭就在其中。日本人知道了护送这批文物的行动，出动各方势力，企图截获这批文物，甚至还出动了侦察机。队伍行踪暴露了，继续带着这批文物是无法突破封锁的。为了不让文物落到日寇手中，领队的军官决定将文物藏到一处天然的洞穴里，让文物专家在月神和洛神上做了位置的标记，以便在战争结束以后能够找回山洞里的其他文物。为什么记号要留在这2样宝贝上呢？让人记下来，或者写在纸上不就行了吗？那是战争年代，随时都会掉脑袋的。写在纸上也容易损毁，把位置信息拆开，分别标记在这2样东西上。一是隐蔽，一般人轻易不会看破上边的标记；二是它们本来就是文物，哪怕落在敌军手里，也能保存下来。可这2样宝贝不会有损伤吗？怎么可能会伤着？那些人可都是行家。再说，那庄老头虽然没明说，但是我估摸着，这2样东西的价值加起来
都远远比不上埋藏起来的那批文物。这就叫舍小保大。之后炸插洞口，将文物隐藏。出于安全和保密的考虑，军官决定这2样东西由2队人分别带走。月神交给了一位文物专家，洛神便交给了庄鹤亭，并叮嘱他们突围后在约定的地点见面。在沿途中，庄鹤亭看到随行人员为了保护这批文物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侥幸的活下来。当他赶到约定地点，另一队人却始终没能出现，至此月神下落不明，他背后隐藏的信息也无人提起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当年护送月神的人没能突围，全军覆没了。仪式，你说这个数字会不会是位置的是位置坐标啊？我明白了，罗队。要想把棋局上这些棋子转化为数字，可以用直角坐标来代替。中心点不是从天元出发，而是从左上角这个地方开始算。横轴跟纵轴分别是1到19。而这4颗多出来的棋子分别就是24、28、33和38。但是等会儿，但是你这4个数字凭什么他在前他在后？如果是打碎了重新来的话，这个排列组合有多少种？也是。顺序搞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入府铮正，党旗从宽。能屈则屈，可立则立。成形已非，安定庇护。时间虚阵，开合得失。想乱了啊！棋子落子的顺序不同，结果就不同。想要死中求和，这是唯一的解法。文杰，月神之泪上的数字和你现在算出来的数字合在一起，会不会就是经度和纬度？
只要变成东京和北，我成东京和北纬，我成东京和北纬。冷湖镇亚丹魔鬼城。表哥啊，其实您以师伯的身份接近庄文杰，取得信任，再慢慢套话，不也可以得到这个秘密吗？干嘛这么费劲啊？哎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庄文杰他爸庄耀柏是因为洛神而死的，我贸然出现，再拿出和他爸一起失踪的洛神图，我怎么解释得清楚呢？一旦他怀疑我的身份和目的，有了闪失，他再学他爸接着糊弄我，我这辈子就再也别想得到这个秘密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只有这么做，才能让庄文杰主动说出这个秘密。是啊，老天爷帮我呀！阴差阳错，他庄文杰撞枪口上了。红姐他们的行动，不光让我除掉了多年的对手，还让我顺利的接近了他。哎，租车公司吗？不是下午3点到吗？怎么没见车影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司机啊是个新手，他应该快到了，您稍等等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没到无人区人就不见了。抱歉，您稍等啊，应该快到了。快点！嘿嘿，二老板到哪儿啊？没车咱也有骆驼。去！哎，是吧？行，赶紧装车吧。啊。车票拿去啊！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哎，干什么？别动！哎呀！我们根据庄文杰提供的线索啊，成功的抓获了洛神案、廖德同金库被盗案，还有月神之类盗窃案的主谋许正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呀，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批民国时期失落的南迁文物。这回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的罗坚大队长那是立了大功了。我们也得感谢省厅的苏英同志，还有其他同事的鼎力相助。报告。有个情况，这次庄文杰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啊，走点弯路，是受了这个徐正清的蛊惑。但是后来呢，积极配合咱们警方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所以咱们这边对这个是不是？行了，你就不用多说了，这些情况我们自然会考虑的嘛。这是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审讯徐正清和丁生活。明白。看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案子。苏队长，这回怎么换成你了？这几天你们频繁的提审我，又问不出什么新问题，不累吗？许正清已经落网了。
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认识他。没关系啊。那你要不要说说，12年前你是怎么害死庄文杰的母亲孟小雨的？这是许正清说的，他就胡说八道。刚刚不还说不认识吗？现在又认识了。丁生活，别扛了，你都替他扛了12年了，你不累吗？老队长，既然你抓到了我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们所掌握的证据，我都认，包括谋杀庄文杰未遂。没了？能就这么点事儿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还给我安上什么罪？有个餐厅你去过吗？叫老味道餐厅，改名了。12年前，这家餐厅叫好味道。也就是2007年6月9号下午3点11，你去没去过这家好味道餐厅？要不你抓紧时间吧，要不然你儿子就得去见他妈了。在庄文杰学校附近的餐馆里，许正清用从他们家顺来的那张照片威胁庄耀白。怎么还是人吗？说是要对他儿子下手。庄耀白和姓许的发了火，但是他害怕庄文杰再出什么事儿，最后还是答应去偷洛神。许正清没有直接参与你们的行动，他永远都躲在我们后面最安全的地方，怂恿我们去冒险，说在后面接应。小雨。耀白，弟妹的事儿确实是个意外，我也没想到能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看，实在不行，那钱我再多给你追加100万。在偷东西的当天，许正清一直暗中盯着庄文杰。那是他威胁庄耀白，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。不承认，没关系，当年的监控都拍下来了，而且我们对监控视频都做了复原，惊人指证，背对监控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其实我还不是想问这件事啊，我想问的呀，是洛神丢的那天，也就是6月12号，你又去了一趟好味道附近，你在跟踪一个人，就是庄文杰。但是你跟来跟去发现不对劲，因为你也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跟着你。我瞅那个半截袖，那个黑衬衫啊，你怎么不可能？跟你的那个人也是一个警察，叫方海忠，我认识，他是我刚当刑警的时候带我的师傅。你害了方海忠，你害死了我师傅。
站住！站住！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再说庄家老宅的事呗。哼，罗队长，你这事儿不行，你又换另一样。你不用吓唬我。我当时搬进庄家老宅的时候，里边的东西我从来没动过。那犄角旮旯里放着什么？那也是庄耀柏当时他们留下来的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我得感谢你，我感谢你什么都没动过。嗨，这个老宅啊，2楼有间卧室，对吧？这个卧室呢，当初就是庄文杰的父母住的地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门一直锁着，你也不进去。你跟庄文杰说的什么呀？你说你害怕进去触景伤情，你到底害怕什么呢？徐正清啊，当初就是你亲手杀了孟小雨，对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丁生火干的，就是丁生火，是丁生火用手绢捂住了孟小雨的嘴，但是丁生火也招了，这个手绢你给的。这个就是从2楼卧室找到的。我们在这个手绢上，不光找到了贝塔受体组织基，还找到了你的 DNA 组织。这不就是证据吗？再加上丁生火的供述，足以证明孟小雨，也就是庄文杰的妈妈，是你们2个人合谋杀死的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那你再跟我聊聊12年前庄文杰的父亲庄耀柏是怎么死的。2007年6月12日下午5点29分，就在这儿，我父亲驾车撞出栏杆，坠入江中。对于那起意外，我也很遗憾。你确定这是意外？庄文杰，别想着替你爸报仇了，没有用的。报仇？你是说我爸不是因为意外死的，他说我爸是被害死的，你怎么解释？我逼他去偷洛神，间接发生了那场意外。要说害死他，也说得通。说得通吗？
我查了12年前洛神的卷宗，不对劲的。你们看，当年我们警方一路追踪着，就在庄耀柏事故车的沿途找到了这个汽车泄漏的刹车油痕迹，而这个痕迹一直延续到阜成路。很可惜，我父亲开的车，整个车头在江中被撞毁，没有办法看到刹车油管的情况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是一场意外。谁告诉你没有证据就是意外？没有实证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洛神案里还有第3个人，那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倒手的情况。但是自从我们知道了有第3个人的时候，就能确定洛神完成过交接。要完成交接，势必需要时间。而所有事情的关键都在于最早出现刹车油痕迹的阜成路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这儿没有摄像头，你拿什么证明刹车漏油跟我有关呢？你还嘴硬是吧？这条路上是没有监控探头，但是不代表这条路的南北口两端没有摄像头。我查了，根据庄耀柏的车进出这条路的时间，根据他的车速，能算出来，庄耀柏的车在这个位置至少停留了2分钟。在这2分钟里，洛神被转移，刹车油管遭到破坏。在这2分钟里，唯一有机会接触到庄耀柏的，只有拿到洛神的你，许正清。所以，12年前，庄耀柏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快出院了。还是年轻啊，身体素质好，恢复得快。哎，你们那个同学那个小林没过来看看你？你们俩进展怎么样？没什么进展。抓紧啊！说说小孙吧，他帮你搞的这个黑客技术这件事儿，我们已经严肃地批评过他了啊，能耐还得用到正道上。陆队，你们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许正清全招了，不光招了12年前洛神案的事情，而且还供认了害死你父亲的事实。师弟，辛苦了。老丁呢？啊，出了点意外，折在保险库里了。哦。洛神图呢？在后备箱。
哎，兄弟厉害啊！一出手就马到成功啊！这份情我会记着的。啊，以后呢，我只希望你离我和我家人越远越好。啊，这当然，我说话算数。这要是和你，哇，你再帮我个忙，这车呢，你得开到这个临江路71号去，那是个旧的停车场，这车得在那儿毁掉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开去就行了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你父亲真的已经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他也早就知道了洛神背后的秘密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许正清，而是要等到我的母亲被他们害死，还要冒险去偷洛神，最后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当初洛神案案发之前，我师父曾经收到过一张纸条，是有人向他报信。我现在分析呢，这个报信人就是你父亲。东西就在茶园金库，具体时间呢我会通知你。你别着急。我师父是警察，你父亲是跟我师父完全不一样的立场，但是他选择这么做，可能因为他当时有了家庭，特别是有了你，所以他下定决心想把自己重新活回一个好人。他知道许正清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洛神，而是洛神背后的国宝文物，所以他既想破坏许正清的计划，又想保护你，让你不被牵扯其中，深受其害，于是才做了如此艰难的决定。别纠结这些事儿了，都过去了。斯人已去，活着的人生活还得继续。你还年轻，得往前看。所以我也该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。你出院的时候，我就不在了。走了。你父亲曾经一直想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里，多好。
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我来的太晚了。